医生拿出一瓶烈酒，一杯杯的灌进了重症患者口中，因为这瓶酒能够治好病人的绝症，好让他健健康康的去监狱里执行死刑。原来，男人是一名死刑犯，他因残忍杀死自己的妻子入狱，后在监狱中又杀死了2名狱友以及1名警卫。可在执行死刑的前一天，他却突然发病了。他先是看到被自己杀死的人一一出现在自己眼前，然后心脏停止泵血昏倒在地，随后男人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心跳过速、肺水肿等症状的出现让医生们怀疑他在吸食面粉，毕竟在监狱里搞到面粉可不是什么难事。于是医生们马上收集了他的尿液进行检测，结果表明男人并没有吸食面粉，但却在验血结果中发现他的碳酸氢钠含量很低，这说明他患有阴离子键细酸毒症。豪斯猜测他一定是在监狱中接触到了导致他中毒的物质，于是他派小帅去监狱里检查一下。可小帅还没回来，男人的病情却进一步恶化了，他出现了心跳过缓，并且心率降到了30。豪斯马上给他注射了阿托品，但这只能延长他几个小时的生命。豪斯打电话询问小帅有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物品，但小帅却说男人的牢房里很干净，除了一些信封跟影印积碳粉瓶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听到这经验丰富的豪斯马上找到了问题所在。紧接着他走进病房，并且拿出了一瓶烈酒，美约其名的要请男人喝一杯。直到2人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豪斯这才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听到小帅说影印机碳粉瓶，就猜到男人一定是喝了影印机里的液体想要自杀。而烈印液里90%都是甲酸，但酒精里的乙醇会凝固甲酸，最终通过尿液的方式排出体外。但豪斯好奇的是，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人为何想要轻生？而男人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，他想要决定自己死亡的方式。可男人的身体明明已经好了，豪斯却不打算让他出院，因为豪斯注意到病历上他喝墨汁之前，他的心脏就已经在砰砰狂跳了。豪斯怀疑他的脑子一定有什么问题，豪斯马上安排男人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院长认为豪斯是在小题大做，想要强制让男人出院，因为这个危险的家伙在这一整层楼都要封闭。可临出院却又出幺蛾子了，男人说自己的肠子像是被火烧似的，但院长认为他就是装的，他只是不想回监狱而已。可豪斯却察觉到了异样，他一把掀开了男人的被子，果然发现男人下体一片殷红，他的肠道正在坏死。但医生绞尽脑汁都想不出使他发病的原因，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豪斯却在想他为什么要杀掉这些人呢？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会有动机。据他们所知，男人杀掉女友是因为女友出轨，这是因为嫉妒；进监狱后杀掉第1名狱友是因为那个人先袭击他，这是为了报复。而那名被杀掉的狱警档案里全是虐待投诉，这是那名狱警的报应。但男人杀死2号狱友却没有任何动机。为了调查清楚，豪斯再次找到了男人。What was different about this guy? I was in the library just reading, and I started feeling really nervous. This guy was staring at me. I could feel his eyes digging holes in the back of my neck. Made me feel crazy. Heartbeat racing in my ears. I just raged out on him. 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，他杀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突然的狂怒，而有一种病会引起狂怒，并且符合他之前出现的所有症状。是个细胞瘤，是个细胞瘤发生在肾上腺上面，并且会随机分泌大量腺素，从而导致心跳过速、肺肿水以及肠道坏死。果然，核磁共振结果显示男人的确患有是个细胞瘤，是肿瘤导致他狂怒杀人，但也没必要治疗了，因为明天男人就将回到监狱执行死刑。即使杀人并非他的本意，但他终将为此付出代价。医院里医生突然闻到了什么，他一把掀开了男孩的被子，男孩竟然直接拉床上了，但他却对此没有任何感觉。父亲骂他不知羞耻，殊不知儿子变成这样却是父亲一手造成的。几天前，男孩瞒着父亲来到夜店嗨皮，可他玩得正嗨，身上却突然传来了触电的感觉。他以为是朋友在跟他开玩笑，但朋友骂似说自己没有。紧接着触电的感觉再次席卷全身，男孩甚至被电得直接昏了过去。随后男孩便被送往了医院，即使在医院，他也没几分钟就会休克一次。医生们给男孩做了一系列检查，可都没有查出问题所在。但豪斯却从男孩的家庭成员上发现了异常，他的母亲死于车祸，而车祸原因是他在大白天突然驶离了公路，这让豪斯认为他的母亲可能有病，而有一种遗传疾病会引起频发休克，进而丧失行动能力，纤维神经瘤症。医生们马上提取男孩的 DNA 进行分析，可提取过程中小黑却闻到了些奇怪的味道，他一把掀开了男孩的被子，我想你应该没在吃饭吧？可男孩却对此毫无察觉。小黑又用圆珠笔在男孩脚上扎了一下。Feel that? Yeah. 新出现的症状让医生们怀疑男孩是因为感染，于是马上给他做了腰椎穿刺进行测试。可做完之后，男孩却故意支开了父亲，然后对医生们说出了一个秘密。原来他之前瞒着父亲跟朋友去了牙买加游玩，自从那后身体才出现了种种不适。豪斯马上让小美找到了他的朋友，看看他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症状。
可朋友除了隐私处长了一些皮疹，其他方面并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但男孩的病情还在持续的恶化，他突然感到腹部剧痛难忍。医生们检查后发现他出现了肠穿孔，立即给男孩安排了修复手术。可造成肠穿孔的原因，众人却一头雾水。但就在此时，女院长带来的一个消息却让事情迎来了转机。男孩的朋友因吐血被送到了医院，豪斯亲自检查了朋友出现的皮疹，但同样没看出什么异常。一筹莫展之际，朋友的一句话却引起了豪斯的注意。他说男孩放学后会去他爸爸的废品回收站里帮忙。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急忙找到男孩的父亲，质问他为什么隐瞒了自己是做废品回收的。这让豪斯一直忽略了可能会引起发病的环境因素。男孩父亲表示自己只是不想让儿子因此受到歧视。豪斯继续追问男孩最近工作时有没有接触一些奇怪的铁块或者金属。父亲突然想到之前收到过一个精美的小铅块，他把铅块当作礼物送给了儿子。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，他急忙让下属们将男孩的个人物品送到放射科，并且强调将整个柜子一起搬走，千万不要碰里面的东西。随后豪斯拿出辐射检测仪对男孩的物品开始了检测。随着检测仪的滋滋作响，终于确定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。原来这块金属是用来勘探的工业放射性材料。男孩与其长时间的接触让他的身体完全丧失了产生白细胞的能力，从而导致了他出现的种种症状。而他的朋友游玩时也把玩过这块铅块，听到这父亲悲痛欲绝，竟是自己亲手害了自己的儿子。随后父亲跟朋友也接受了辐射治疗，由于两人接触放射物时间不长，经过治疗后便得以痊愈，但男孩却已经无法医治。Scared, Dad. You're gonna be just fine. Tell me. I wanna know the truth. I'm telling you. You're gonna be fine. I swear. 男人一把抢过瘸子的拐杖，嘴里还说着要娶这根拐杖为妻。瘸子肯定不愿意，可他一番拉扯还是没能将拐杖夺回。一气之下，豪斯猛地松手，男人一个踉跄哐倒在了车上。下一秒，男人就感到呼吸困难，紧接着直挺挺地摔倒在地。这下豪斯医生不得不为他治疗了。原来男人是一名艾滋病患者，但他总感觉自己的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，于是便有了刚刚他堵住豪斯求豪斯为他诊断的那一幕。毫无疑问，艾滋病肯定不会引起过敏性休克，于是豪斯让下属们给男人做一个全面的检查。可没想到接下来恐怖的事情发生了，男人突然一阵咳嗽，小美上前想要为他倒一杯水，谁知男人一个控制不住，直接将血咳在了小美脸上。紧接着男人便感到胸痛难忍，呼吸困难。医生们观察后发现他颈部血管突出，看来他一定是出现了心包积液。小黑拿出针管想要为他抽出鸡血，可抽了一下却什么都没有，而只有一种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他心脏里有肿瘤。最终电脑扫描确认男人心脏上有一块肿块，这是典型的非核结晶淋巴瘤，而淋巴瘤就相当于是死亡判决书。可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是，男人明明都要死了，他的父亲不仅不伤心，反而骂他这是咎由自取。豪斯想不通这对父子间怎会有如此的深仇大恨，父亲愤怒地说出了真相。He killed her. 原来当年他的母亲肾衰竭，只有他的肾源与其匹配，可肾移植前夕男人出去乱搞，不慎沾染上了艾滋病，母亲失去了可移植的肾源，最终死亡。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可比起这个劲爆的消息，豪斯却发现了更重要的事情。他注意到父亲说话时一直在流汗，而且看他脸色通红，应该是在发烧。再加上男人家庭病史上显示父亲患有肝硬化，豪斯突然想到男人胸口上的肿块可能不是肿瘤。他追问两人之前经常会去狩猎吗？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豪斯明白了，男人胸口上极有可能是一种寄生虫囊肿，动物的尸体可以将它传染给人类，而之前的各项检查没有查出是因为囊肿将寄生虫包裹了起来。不出意外的话，父亲的肝里一定也有，而想要确诊也很简单，只需要对父亲做一个血液检测就可以，因为肝部的囊肿是可以检测出来的。然而父亲却不同意进行检测，因为儿子的死活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谁让这个不孝的家伙害死了自己的妻子。但豪斯却丝毫不慌，因为他还有第二套可以确诊的方案。豪斯开始当着父亲的面羞辱他死去的妻子，他骂女人生前一定是个又胖又笨的婊子。父亲终于忍不了了，重重的一拳砸向豪斯的面庞。不过这也正是豪斯的计划，因为他终于可以正当防卫了。随即豪斯一拐杖打向了父亲的肝部，父亲痛苦地萎缩在墙角。豪斯也终于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囊肿一旦破裂便会引发过敏性休克，就跟开头儿子受到撞击时的情况一样。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豪斯是对的，医生们马上对两人进行了手术，先通过针管注射将囊肿里的寄生虫杀死，然后再将囊肿整颗摘除。手术非常成功，短暂恢复后两人便无大碍，儿子也终于对父亲袒露心扉。其实关于母亲的死，他多年来也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之中。父子两人也终于消除了芥蒂。可在另一边，女医生却满面愁容，因为虽然她感染艾滋的概率很小，但概率很小并不等于不会感染。她的胳膊就不受控制地抽搐了一下，但她并没有在意，还
还是跟往常一样的出门。可接下来他的左肩也不自觉地抖动起来，但身为大忙人的他还是决定先去工作。可车辆刚刚启动，女人的手脚又开始了不停的抽搐，导致他一脚油门直接撞进了车库。直到此刻，女人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。随后女人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医生们最初怀疑女人是怀孕了，因为夫妻俩近期一直在要二胎，而孕期的前3个月就有可能会出现运动失调。于是医生们马上给女人做了妊娠试验，可试验结果却显示她并没有怀孕，这让医生们一头雾水。偏偏就在此时，女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，她开始出现了精神错乱，她总感觉有人要抢走自己的宝贝女儿。医生们给她注射了镇定剂，才让她稳定下来。但新症状的出现也让医生们成功锁定了一种疾病——亨廷顿病。亨廷顿病完美解释了女人身上出现的所有症状，可就当医生们认为可以确诊了，让众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。女人的亨廷顿病检测结果竟然呈阴性，奇怪，明明符合这种病的所有症状，但却不是这种病，这让豪斯断定女人一定隐瞒了什么。于是豪斯让下属们潜入到了女人家里，看看她有没有偷偷服用什么违禁药品。果然，在女人的车里发现了利他林，这是一种兴奋药，长期服用便会出现女人出现的种种症状。最终女人也亲口承认，自己是因为压力太大，所以才会偷偷嗑药进行放松。那现在只需要停止服药，女人的身体便会慢慢好转。简单恢复后，女人便办理了出院。可没想到她才刚刚走出病房，意外就发生了。她先是感到意识模糊，紧接着直挺挺地摔倒在了地上。她中风了。毫无疑问，利他林肯定不会引起中风，女人的身体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。豪斯马上联想到子宫内膜瘤，因为女人为了怀上二胎一直在做生育治疗，而生育治疗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瘤，从而引发中风。于是豪斯马上让下属们去给女人做内膜切片检查。可下属们刚刚摆好架势，还没开始，女人的下体就流出了大量的鲜血，紧接着她便血压骤降。医生们急忙为她做超声扫描，想要找出出血点，不曾想却因此因祸得福。他们发现出血点在女人的肝脏，而出血的原因是因为肝脏上有一个肿瘤。看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这该死的肿瘤。医生们马上为女人预约了肿瘤切除手术，可明明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了，豪斯却泛起了嘀咕：不应该呀，肝肿瘤并不符合女人身上出现的所有症状。疑惑之际，豪斯突然又想到女人身上还有一个不寻常的现象，一个压力太大需要通过嗑药来放松的人，怎么会想要二胎？豪斯好像猜到了什么，他背着女人的丈夫来到病房，开门见山地问女人是不是一直在偷偷服用避孕药。避孕药会导致肝部肿瘤的出现，也能完美解释女人身上出现的所有症状。见丈夫不在身边，女人也终于坦白，原来现在的女儿是女人跟前夫所生。在婚后，现任丈夫一直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，但女人担心有了新宝宝，丈夫会不爱自己的女儿，所以才会一直偷偷服用避孕药。那现在不需要手术，只要停止服药，她的身体就会慢慢痊愈。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女人依然决定进行手术，因为她对丈夫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她需要通过手术将这个谎言给圆下去。手术非常成功，但丈夫也彻底变成了蒙古一族。医生在小伙的身上放满蛆虫，任由他们乱钻，因为只有这些虫子才能救他的命。而小伙的父亲看着这一切，不仅不担心，反而骂儿子是咎由自取。原来2天前，父亲载着儿子在山上玩越野，但儿子总想体验一把驾驶的乐趣，父亲拗不过他，只得同意。临行前还千叮咛万嘱咐儿子一定不要开快，可儿子好像没听到他的叮嘱一样，越开越快。父亲怒斥着让他减速，殊不知儿子此时已经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能力。随后在一个弯道，由于车速太快，父亲直接被甩了下来，而儿子也驾车径直地冲下陡坡，撞向管道。霎时间火光冲天，小伙的身上也燃起了熊熊大火。随后小伙便被紧急送往了医院，医生们第一时间为他清理烧伤，但同时也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他出现了低钾，并且伴随着心跳过速，这说明他的身体一定还有着其他的问题，需要马上做心电图进行检查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皮肤被大面积烧伤的他根本没办法做心电图。但经验丰富的豪斯马上想到了一种古老的代替方法——检流计。他可以通过手腕和脚踝来精准的测试脉搏。可检测还没开始，小伙的身体就开始了抽搐，他突发癫痫了，这让医生们有些束手无策。因为既然他无法做任何的常规检查，那就没办法确认是什么导致了他突发癫痫。但就在此时，让人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。小美注意到高压氧舱内的小伙好像醒了，并且看他的表情好像非常痛苦。可单身20年的小黑一眼就看出他这哪是痛苦，他下一步都需要纸巾了。小伙的身体竟然在这种情况下自行嗨皮了一把。豪斯怀疑是因为小伙烧伤皮肤的溃烂引起了感染，感染攻击了脑内侧神经束曲解，让他感觉错乱，从而导致了这一奇怪的现象，并马上想到了治疗方案，在小伙的身上铺满蛆虫，让这些蛆虫吃掉他身上的死肉。遗憾的是，蛆虫疗法虽然对处理溃烂很有作用，但处理后他的脑电波仍然一片混乱。最终豪斯决定冒险对他进行腰椎穿刺检查，希望以此可以查出他的身体到底怎么了。但由于小伙的脊椎部位没有皮肤，进行腰椎穿刺有极大的风险会导致脑部感染，所以只能进行颈部脊椎穿刺。可颈部穿刺同样有很大的可能会导致瘫痪，但眼下也没有其他的办法。随着针头深深刺进小伙的颈椎，生命监护仪上警报也开始响个不停，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。好在最后医生还是成功完成了取样，可天公不作美，
最终检测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。一筹莫展之际，豪斯突然想到，会不会出车祸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出现异常了呢？豪斯决定亲口问问小伙。他让人通过药物强行将小伙唤醒，可烧伤之人一旦清醒就会面临巨大的疼痛。还没等豪斯问出有用的信息，小伙便又疼得昏了过去。可豪斯不想放弃，他决定等小伙缓一缓再唤醒他一次，可却遭到了小伙父母的极力反对，他们不能接受儿子忍受这么大的痛苦，只为了回答几个莫须有的问题。但豪斯向来我行我素，他还是不顾父母的反对闯进了吴军病房。父亲没穿无军服不敢擅入，只能去找其他的医生阻止豪斯的报信。小黑拦在豪斯的面前，说什么也不肯让他犯错。两人拉扯之际，豪斯突然注意到小伙手腕上有一处诡异的烧伤，烧伤成完美的圆形。突然豪斯想到了什么，随即他掰开了小伙的手掌，果然发现他食指与中指之间呈褐色。豪斯明白了，他走出病房询问父母小伙最近在戒烟吗？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豪斯得出了结论，是戒烟害得他变成了这样。戒烟药就是抗抑郁药，可能会引发癫痫的发作以及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随即医生们马上使用塞庚定对小伙进行治疗，他的身体也终于开始慢慢的好转。女人第一次尝试不穿内衣走秀，可突然她就感到了一阵眩晕，好友关心的问她没事吧，不曾想下一秒紧接着女人便踉踉跄跄地摔倒在地，随后女人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医生们在她的尿液中发现了海洛因，看来她的症状极有可能是面粉引起的，但豪斯担心面粉可能掩盖了真正的症状，于是决定对她使用内曲酮进行快速戒毒。整个戒毒过程凶险万分，期间女人甚至心脏骤停过一次，但好在最后她还是挺了过来。醒来后，女人第一时间对父亲表达了歉意，并发誓自己以后绝对不会这样做。可刚转过头，女人却又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她出现了短期记忆丧失，新出现的症状让医生们有些束手无策。可豪斯却在女人的个人杂志上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怒气冲冲地找到了女人父亲质问 Are you doing your daughter? 原来豪斯在杂志上看到父亲对女儿的描述，心形的臀部，完美而挺拔的胸部，这不像是一个正常父亲会说出的话。父亲本来还不承认，但听到豪斯说这关系着女儿的性命，他还是说出了实情。 One time. 那现在看来，女人患上的应该是创伤应激障碍。小美提出给她预约一个心理治疗师，可没想到女人却无所谓的表示不需要。她认为这没什么，况且是她先勾引的父亲，因为这样父亲就不会管住她了。女人的表现让创伤应激障碍理论不攻自破。随后腰椎穿刺的化验结果也证明她的病跟她的父亲没有关系。她脑脊液蛋白质水平上升，这说明她的大脑一定有问题。医生们马上对她的大脑进行了取样检测，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大脑的问题，但却不是大脑引起的。这让豪斯马上想到了一种疾病——副肿瘤综合征。这种疾病会导致身体自身的抗体攻击大脑，但这种疾病的出现也意味着女人身体某处一定有肿瘤。医生们随即对女人进行了全身的扫描，可除了发现她的卵巢有点小，并没有找到任何肿瘤的踪迹。但豪斯听到这却心生疑虑：一个女性特征发育如此完美的美女，卵巢怎么会发育得这么小？突然，豪斯想到了一种可怕的可能，他马上亲自给女人又做了一次超声检查，而检查结果也差点惊掉众人的下巴。她的肿瘤长在她的睾丸上。父女两人一脸的不敢相信。豪斯解释说，这是男性假两性畸形，因为所有人都是从女孩先开始发育的，然后由于基因的不同会分化成不同的性别。女孩卵巢一旦发育，睾丸就会下降，但每15万个胎儿中就会有一个对睾丸素母女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女人是一个男孩。这也是为什么她身材相貌会发育这么好的原因。听到这，父亲陷入了沉思，女人更是崩溃的大喊 No, you're wrong. I'm a girl. Look at me. How could you say I'm not a girl?See, they're all looking at me. I'm beautiful. 但事实就是事实，万幸将她的鸡蛋割掉，她就可以痊愈。看来越是身材相貌完美的女人，就越有可能是个男人。请艾特你身边你认为最完美的女人。女儿对父亲讲了一个笑话，笑得父亲直接口吐鲜血。医生们第一时间冲进病房对其进行抢救，一番操作后，终于保住了老人的性命。然而好了还没一会儿，老人便又出现了心脏骤停。可移植委员会不会把稀缺的心脏资源优先分配给一个70多岁的老头，所以他只能慢慢的等死。听闻噩耗，父女两人悲痛欲绝，可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，医院恰好接诊了一位出车祸的女士。虽然这位女士还在 ICU 里抢救，但以她的伤势10有8九是活不下来了。呼吸机可以短暂维持女人的生命体征，她要在这期间清除女人体内的感染。豪斯马上让下属们给女人做一个核磁共振来探查病因，女人的患上的可能不是感染。根据女人生前出现的症状，豪斯想到了第二种可能——中毒。但由于有些毒素毒理检测根本检查不出，于是豪斯来到了两人家里。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急忙让小美去给女人抽血做性病检测，最终遗憾地发现女人淋病检测呈阳性。手术过程非常顺利，随着新的心脏在老人体内强有力的跳动，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身后突然出现一名蒙面歹徒，死死地捂住了他的嘴巴。
女人欲拒还迎的被歹徒一步一步拖进了卧室，歹徒一把将女人扔在了床上，女人开始拼了命的反抗，终于柔弱的女人成功将歹徒推开，她跑下床向着门外逃去，可跑了还没2步她就停了下来，因为她注意到歹徒挣扎的躺在床上，好像呼吸困难，她关心的询问歹徒没事吧，见歹徒迟迟无法回应，她焦急关切的俯身上前。 Bob, what's wrong? Oh my God. Okay, honey, hang on. 原来这只是小两口之间玩的小游戏，但虽然绑架是假的，丈夫的身体却是切切实实的出问题了。两人马上赶往了医院，可没想到来到医院后却成了男人噩梦的开始。他突然感到皮肤瘙痒难耐，他不受控制的用双手使劲的抓着，可即使抓的皮肤溃烂也毫无作用。种种症状的出现让豪斯认为男人是重金属中毒。他一边让小黑来到两人在58同城上租的房子，检查他们生活环境中会不会存在重金属超标，一边让小帅测试他身体中各种重金属的含量。可测试过程中，男人却又感到自己的脚剧痛难忍，就像是用火在烧，即使是脱袜子这种轻微的动作也能让他感到钻心的疼痛。紧接着男人便又出现了呼吸困难，医生们观察后发现他舌头肿胀，呼吸道阻塞，必须马上进行插管输氧。可随后男人便又吐出了大量的呕吐物，呕吐物堵住了气道，导致插管无法完成。医生们切开他的气管放置导管，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。但新出现的症状让下属们认为男人不是重金属中毒，而是患上了狼疮。因为一方面男人的身体多种重金属检测都呈阴性，二方面男人的某些症状也符合狼疮。可豪斯却固执地认为狼疮不会导致病情恶化的这么快。但让他疑惑的是，重金属中毒的话，男人来到医院后身体应该是慢慢好转，怎么会愈发严重了呢？突然豪斯想到了一种可怕的可能，他马不停蹄地找到了男人的妻子，要求搜查女人的随身物品。是的，他怀疑女人在给她的丈夫下毒。女人虽然气愤豪斯冤枉自己，但还是配合地将包包递给了豪斯。可豪斯在包包里一通翻找，却一无所获。但有人在医院里一直给男人下毒，这是豪斯能想到唯一的解释。于是豪斯来到了院长办公室，申请要对女人进行全身搜查，可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。他们不能仅凭豪斯的猜测就去冒犯一名无辜的女士，况且他们并不相信豪斯重金属中毒的理论。随后下属们更是不顾豪斯的反对，坚持要对男人进行针对狼疮的治疗，而豪斯就在病房外偷偷地看着。因为如果男人不是狼疮，反而用了对应的治疗方法，那么他的病情一定会再一次的恶化。豪斯要观察当男人病情恶化时妻子的反应。果然没一会儿，病房内便传来了惊呼声，男人直接心脏骤停了，妻子在一旁急得都要哭了。医生们紧急对男人进行了心脏复苏，这才勉强将男人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。见丈夫终于醒来，妻子激动的心情喜于言表。她对丈夫的关心被豪斯尽收眼底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会伤害男人的人。或许这次自己真的错了，但就在此时，豪斯无意中捡到的一枚金戒指却让他突然想到了什么。豪斯好像找到答案了，他急忙打电话叮嘱下属看紧女人，千万不能让女人去洗手间。自己则风驰电掣般的赶回了家里，在床底拿出了一个木箱，然后在里面一通翻找，最终找到了一瓶神秘液体。可回到医院却得知女人刚刚去了洗手间，焦急的豪斯更是顾不得身份，直接闯进了女厕所。女人刚刚如厕出来，豪斯便不由分说的握住了她的手，然后有一搭没一搭的跟女人闲聊起来。女人好奇的问：“你不让我上厕所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”豪斯终于说出了实情。 I didn't have a problem with you going to the bathroom. I just didn't want you to wash your hands. 听到这，女人明显惊了一下，下意识的想要抽回手掌。豪斯则一把将女人抵在了门上，然后对她讲了一个化学知识。For example, they discovered that stannous chloride is not only great for toughening ruby glass, but if it's mixed with gold, it turns bright purple. 见事情已经败露，女人终于不再狡辩。事后，男人的检测报告也证实他的确是黄金重金属中毒。警方很快便逮捕了女人，而男人也由于中毒太深，需要移植一个肺才能活下来。看来，爱情的样子也是可以装出来的。男孩只是有些视线模糊，医生由此判断男孩可能快要死了。男孩有些视线模糊，竟然要给人家做结肠镜检查，但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，无奈之下众人只能照做。但豪斯并没有解释，只是示意下属跟自己来。原来按照当年老夫的病情发展情况，男孩下一步应该是出现肾脏衰竭。说着可新的问题却随之出现了，众人罗列出了7种可能会造成心脏肿块的疾病。豪斯颓废地站在阳台，12年前自己没有战胜这种疾病，12年后的今天还是不行吗？偏偏此时有不开眼的同事跟豪斯炫耀自己打牌时把底牌藏到了最后，从而大杀4方。豪斯刚想开口让他滚，却突然想到了什么。The aces were hiding all along. 可在豪斯的坚持之下，众人只能照做。随着最后的一点样本被放上了测试片，紧接着小美小心翼翼地将试剂滴入。Start the treatment. 这个女人已经整整10天没有睡觉了，可医生们还是不让，都好像发现了什么。她急忙叫医生上前查看。医生掀开了女人的被子，却看到了一片殷红，女人的直肠出血了，出水面。不过这可苦了女人，此时她的身心都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偏偏就在此时，
女人的鼻子里又涌出。可测试过程中，女人却故意支开了自己的女朋友，对医生说了一个自己的小秘密，却发现她的整个腹部都是一片烟火，她又内出血了。睡眠失调、直肠出血、内出血等种种，但女友仍然坚持。最终，豪斯选择尊重他的决定，同意了捐赠。可小美却认为，如果女友知道自己要被甩了，她不可能会想要捐赠。小美想要告诉他实情，却被豪斯严厉制止。但小美仍然觉得这对女友不公平，于是，在手术开始前，女人便想要甩了女友。可还没等她说出口，豪斯便及时赶到，打断了两人的对话，然后不由分说地给女人注射了麻醉剂，开始了手术。可手术过程并不顺利，期间女友甚至心脏骤停过一次，好在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移植。但医生们一刻也不敢休息，因为如果不能在3天内查出女人患上的到底是什么病，这次移植手术将毫无意义。于是为了尽快查出病因，豪斯决定铤而走险。他停掉了女人所有的治疗药物，排除一切的外部影响，以方便查找病因。豪斯的方案很快便取得了成效，他急忙来到病房，然后在女人的身上一通翻找。男孩缓缓地抬起手掌，放在了下肢瘫痪的老妇头上。等他再次移开手掌时，瘫痪了10年的老妇竟然变得健步如飞。信徒们看到后纷纷起身，狂热地为这位可以听到上帝声音的男孩鼓掌。男孩则一边大肆宣扬让他们不要相信医生，要相信神明，一边高举双手感谢上帝赐予自己神力治好了可怜的老妇。可突然他的身体变得僵硬，他高高举起的双手怎么也收不回来了。紧接着男孩的身体一阵抽搐，他不受控制地跪倒在了地上。父亲急忙上前查看。I think I need a doctor. 随后，这位不幸医生的男孩便被送往了医院。医生们做完一系列检查后，查出男孩的身体有些缺钠，可他们并不清楚男孩身体缺钠的原因，以及这和他突发癫痫有没有关系。而豪斯听到男孩用神力治好了瘫痪老妇后，觉得他在装神弄鬼。他亲自来到病房，一上来就问了男孩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，而男孩的回答也很合理。Just because I believe in prayer doesn't mean I don't believe in germ and toxins. 但就在此时，豪斯却注意到男孩喝的水是打开过的。父亲解释说，由于男孩每天都会喝大量的水，所以为了节省水都是从饮水机上灌的。听到这，豪斯终于找到他身体低钠的原因了。过量的饮水，大量的摄入水便会引起低钠，可这并不会导致癫痫的发作。于是豪斯让下属们给男孩做一个核磁共振来进一步诊断。最终核磁共振也不负众望的在男孩的大脑里发现了一个肿瘤。肿瘤虽然是良性的，但肿瘤所处的位置却影响着男孩的身体，导致他出现癫痫以及听到神对他说话的这种幻听。那现在只要将肿瘤切除，他就会变成一个普通人。可男孩却拒绝手术，因为一方面他觉得肿瘤是神的安排，另一方面他坚信自己并不普通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事也证实了男孩的确不是普通人。当天夜里，男孩突然惊醒，他双目无神地走出了病房，嘴里还唱着奇怪的歌。紧接着他在一处流水墙面前停下了脚步，举起双手高声赞美着上帝。医生听到后上前询问他怎么了，可男孩好像听不到了似的。随后医生便想带他回病房为他检查一下，可走了没2步，男孩的目光便锁定了一位癌症晚期的女人。他径直走到了女人面前，然后不由分说地握住了女人的手，嘴里还说着上帝派我来结束你的痛苦。紧接着男孩伸出手慢慢地抚摸了一下女人的面庞，女人被男孩莫名其妙的举动弄得不知所措，但很快两人就被医生们拉开。起初众人对这件事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可第二天一早让人不敢相信的事情发生了，被癌症折磨数月的女人竟然不再痛苦了。此刻的她容光焕发，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。更神奇的是，女人的 CT 扫描成像显示她的肿瘤真的变小了。难道上帝真的存在？豪斯还是不敢相信，于是他让下属们去收集癌症女人的所有资料，他要找到让女人奇迹康复的真正原因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上帝并不存在，男孩才会愿意接受治疗。可医生们做了一系列的调查，翻阅了女人自出生起的所有病例，甚至检测了女人家中所有带辐射的电器，都没有找出能让她康复的因素。而男孩的病情却进一步恶化了，他又发起了高烧，并且产生了幻觉。可脑部的肿瘤并不会引起发烧，这说明他的身体一定还有着其他的问题。医生们想要为他做一个腰椎穿刺进一步诊断，可男孩宁死也不愿意再接受检查了，因为上帝对他说不允许他再使用人类的药物了，否则就要抛弃他。但以他病情的恶化速度，再不治疗的话，他很有可能会死。一筹莫展之际，豪斯却在想，男孩为什么每天都要喝这么多的水呢？突然豪斯想到，也许女人的癌症真的是男孩治好的。紧接着豪斯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病房，伸手就要解开男孩的衣衫，检查他的身体。男孩宁死不从。豪斯解释说，男孩患上的是疱疹病毒性脑炎，之前他触碰女人时将病毒传染给了女人，而病毒攻击了女人的癌细胞，导致女人的肿瘤枯萎缩小。男孩还在反驳是上帝治好了女人。豪斯继续说，男孩现在身体的某处一定长有疱疹，这也是他为什么每天要喝这么多水的原因。听到这，男孩不再挣扎，其实他早就意识到自己不能跟上帝沟通了，只是自己不愿相信而已。说着，男孩撩起了自己的衣物，果然生长着大片的疱疹。医生无意间听到病房内传来了一声咳嗽，他由此判断病房内有人快要死了。瘸腿的他急忙扔掉拐杖，快速地冲进了病房，竟发现病房内母亲正用厚厚的棉被想要捂死自己的孩子。
医生们马上控制住了女人，并将孩子夺回。可豪斯将耳朵贴近婴儿胸口，却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声了。豪斯一边大声呼喊急救人员，一边紧急地给婴儿做人工呼吸。而这已经不是女人第一次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了。几天前，女人的丈夫刚刚喝完酒回到家，就看到妻子一个人躺在浴缸里，怎么喊都没有回应。等丈夫凑上前，才发现妻子的身体竟然在不停地抽搐。他急忙想要将妻子从浴缸里抱起，可一抬头竟发现自己的儿子也溺在了水里。男人一把便将儿子捞起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将两人送往了医院。最终经过抢救，孩子的身体已无大碍，可医生们却怎么都找不到导致母亲身体抽搐的原因，只能为她做数字血管造影检查来进一步诊断。可检查刚刚开始，女人便疼得大叫了起来。医生观察后发现她胸部的肌肉开始了收缩，她的整个背部都出现了痉挛。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，众人却一头雾水。女人就这样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立在了检查台上，医生们马上翻阅了女人所有的历史病历，最终发现女人此前一直有酗酒史，而最近对她的毒性检测却没有发现任何酒精，这说明她可能正在戒酒。而酒精戒断综合征刚好可以解释女人出现的所有症状。看来一切已经真相大白了。于是豪斯给女人开了一些治疗药物，便想为她办理出院。可就在此时，豪斯却突然听到女人病房内传来了婴儿沉闷的咳嗽声。豪斯马上意识到了不对，他急忙丢下拐杖冲进了病房，竟发现病房内女人正用厚厚的棉被想要捂死自己的孩子。两人马上控制住了女人，并将孩子夺回。最终经过抢救，孩子虽然恢复了呼吸，可长时间的缺氧导致他弱小的肾脏发生了损坏，他体内血钾的含量直升。即使医生第一时间为他注射了降钾树脂，可不清楚什么原因，药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高血钾直接导致了他心脏病发作，使得他出现了心脏骤停。医生们马上又对他进行了心脏复苏，可经过一番抢救后，孩子还是走了。这一杀子事件的发生，也让医生们怀疑女人一开始的抽搐就是装的。最初她应该也是想要在浴缸里杀死自己的孩子，只不过正好被她的丈夫撞见，于是她假装抽搐来掩饰这一切。于是医生们把她绑在了椅子上，想要通过闪光刺激看看女人会不会再次抽搐，同时给她连上了脑电图扫描监测她的脑电波。如果她抽搐的同时脑电波也在剧烈的活动，就说明她不是装的，反之就可以直接报警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她的脑电波不仅没有剧烈活动，反而变得十分缓慢，而女人也没有抽搐发作，反而肌肉僵硬的不停做着吸吮的动作，这说明她患上的是脑部谵妄。豪斯马上想到是烟酸缺乏导致她出现了脑部谵妄，从而使得她精神失常，杀死了自己的孩子。可问题是，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烟酸缺乏呢？就在豪斯一筹莫展之际，下属的一句话却引起了豪斯的注意。他抱怨自己如果在孩子死亡之前给他注射更多的降钾树脂，孩子可能就不会死了。听到这，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急忙找到了孩子的父亲，请求对孩子的尸体进行解剖，因为豪斯怀疑孩子可能也有病，并且是和他的母亲一样的病。可父亲却拒绝了豪斯的请求，因为他绝对不会用自己孩子的尸体去救那个害死了他的狠毒女人。可没想到豪斯却对他说，孩子的死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因为不管是什么精神疾病，发病前都是有征兆的。如果你没有天天出去喝酒，多陪陪他们，就有可能会发现他的异常，从而阻止悲剧的发生。最终豪斯的话触动了男人，他终于同意了解剖。医生先是缓缓地掀开了孩子身上的白布，祈祷过后将工具深入了孩子的身体，一番探索之后，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。孩子患有乳糜泻，而他的母亲应该也有这个病。乳糜泻导致女人每次吃东西时小肠都会损坏一些，慢慢的小肠变得不能吸收营养物质，身体得不到足够的烟酸，最终导致了她出现的种种症状。而孩子也是因为这个病导致身体无法吸收药物，最终造成了死亡。可没想到一切终于真相大白了，女人却拒绝接受任何治疗了，因为害死孩子虽然并非她的本意，但她永远也无法原谅自己。她决定去下面继续照顾自己的孩子，而她的丈夫也没有劝她，只是对她说 When you see my Tom's dad says he's sorry. 那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这个女人吗？就突然看到飞机驾驶舱内涌出了大量设备，上前查看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医生们难以置信，女孩的便便竟然从嘴里流出来了，这说明她的消化系统颠倒了。到这一治却治出大问题了。豪斯认为一定是女孩颠倒的消化系统，在不知道是哪种真菌的情况下贸然用药，女孩一样会死。一筹莫展之际，豪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询问他最近有没有因为太过思念外公偷偷去过外公的录音棚。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，豪斯明白了，